有消息称，塞尔维亚希望获得新式战机来进行换装，歼轰机飞豹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来看详细分析。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上个月，中国空军接连出动20多架次运20运输机，向塞尔维亚出口 FK3 防空导弹的消息引人注目。塞尔维亚是欧洲国家里第一个引进中国远程防空系统的。中塞两国能够达成这笔交易，也说明中塞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了新高度。因此，对于后续我国能否出口给塞尔维亚其他的先进武器，网友们有了更多的期待。而最近，塞尔维亚表示，当前其空军服役的战机太过老旧，求购一批战斗轰炸机，那么这将为中国的歼轰机战机外售提供机遇。当前，塞尔维亚空军状态整体堪忧，其空军只有12架 G22 和14架米格29战机，技术程度已经严重落后。而解放军随后退役的歼轰机战斗轰炸机，毫无疑问可以充当塞尔维亚空军的对空作战飞机和对地打击的攻击机。而且，相比于西方其他国家售卖的昂贵先进战机，中国出售战机的显著优势就在于物美价廉。中国相比西方提供的武器，在售价上基本要便宜几个量级。塞尔维亚在经济上拮据，尤其是在军事开支上体现明显，毕竟是一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内陆国家。据称，塞尔维亚采购中国 FK3 防空导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确保导弹性能足够的前提下，中国的防空系统是最便宜的。当然，塞尔维亚也不是中东土豪，可以随便豪掷千金购买西方顶级武器。而且，最近塞尔维亚也被西方指责，对待俄罗斯问题上不够强硬，因此，即便塞尔维亚想买，西方也不一定卖。而俄罗斯就更不可能了，如果敢买，就等着美国、欧盟制裁吧，那就只剩下中国了。理论上，我们可以提供退役的2手歼轰机战斗轰炸机。中国在成本方面一直拥有不小的优势，而且2手的歼轰机战斗轰炸机还能更便宜，只要将退役的歼轰机返厂大修，便可能接着使用。歼轰机战斗轰炸机对于塞尔维亚空军刚刚好，性能强大，可以充当战场上的多面手。虽然在机动性能上有一些限制，但是歼轰机战斗轰炸机可以在 GL10A 神鹰雷达的辅助下发射 PL12 空空导弹，具备优异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在对空作战能力方面，优于目前塞尔维亚使用的米格29战机，而对地打击能力也是歼轰机的拿手好机。歼轰机作战半径轻松超过1000千米，载弹量多达5吨左右，能够搭载精确制导炸弹、防区外武器和反舰导弹等。可以说，塞尔维亚空军如果换装歼轰机战斗轰炸机，完全可以提升空军的整体战力。而下一个歼轰机的潜在用户就是朝鲜。此前，虎妞已经探讨过朝鲜空军换装歼10A 战斗机的消息。朝鲜作为我国北方的邻居和盟友，直面韩国和驻日美军，压力不可谓不大。但是，朝鲜空军从苏联解体前夕接收过一批米格29和苏25攻击机后，空军建设连着30多年没有发展，趋于停滞。朝鲜空军如若换装歼10A 战斗机后，虽说是半只脚跨入真正意义上的3代机空军门槛，但是朝鲜空军还是缺乏足够的对地攻击能力。因此，空军退役的歼轰机在朝鲜空军这里也同样吃香，发挥的余地也更大。当前，朝鲜空军装备的唯二能够承担战术战役打击的飞机，就是苏25和1228，但是严重缺乏远程打击能力，尤其是1228。这种飞机唯一的攻击手段就是常规轰炸，可想而知，若在战时，这种打击手段针对防空体系齐全且有隐形战机的韩国是什么下场。而歼轰机战斗轰炸机就可以完全弥补朝鲜空军远程打击能力不足的缺陷。毕竟，通过出售2手飞机的方式，可以强化友好国家的对地对海能力，尤其是朝鲜这种面临潜在敌人强大海空军事威胁势力且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加强朝鲜空军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多多少少对潜在的对手具有震慑意义，
确实也相当有价值。虽然近些年随着歼11B/G、歼16等双发重型战机的陆续入役，歼轰七战斗轰炸机在我军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当中，但是解放军退役的歼轰七战斗轰炸机大有用途。毕竟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外售发挥余热，同时也能扩大中国武器的影响力。若歼轰七真能出口上述两国，怎么看都是双赢。